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千字長文告別方婉之，在平凡與苦難中照見萬千普通人的一生。當我的山與海正式收官的那一刻，屬於方婉之的故事似乎畫上了句號，但真正讓觀眾情緒決堤的，卻是譚松韻隨後發布的那篇千字長文。那不是一篇簡單的角色告別，更像是一封寫給人生、寫給普通人命運的長信。字裡行間沒有華麗辭藻的堆砌，也沒有刻意煽情的用力過猛，反而是那種克制的溫柔、緩慢的敘述，一點點滲進人心，讓人越讀越沉，越沉越痛。有人說，看完那篇長文，像是被人輕輕拍了拍肩膀，說了一句“我懂你”。雙引號。而這種被懂的，恰恰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東西。方婉之沒有光環的人生，才最真實。方婉之這個角色，從一開始就注定不會討喜。他沒有逆天改命的運氣，沒有一夜翻身的機遇，也沒有所謂的貴人相助。他只是無數普通人中的一個，帶着原生家庭的裂痕，背着沉重的情感包袱，在城市的邊緣掙扎前行。深圳，這座象徵機會與速度的城市，在他身上卻顯得格外冷硬。他漂泊、失敗、被否定，被生活一次次按在地上摩擦，但他沒有崩潰，也沒有放棄，他只是慢慢的、一步一步的往前挪。這種挪，比任何勵志口號都更有力量，因為現實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在奔跑，而是在咬牙堅持着不被生活拖垮。影視評論人指出，方婉之的成功之處在於她徹底擺脫了理想化女性角色的框架。她不是被塑造出來供人仰望的存在，而是一個會疲憊、會退縮、會懷疑自己的普通人。也正因如此，她才讓人無法抽離。30年人生跨度，不是演技，是活過一遍。譚松韻在劇中跨越了方婉之30年的人生，從20歲的青澀敏感，到30歲的隱忍掙扎，再到50歲的沉靜通透，每一個階段都沒有明顯的表演痕跡。很多觀眾在彈幕裡說，他不像是在演，他就是這個人。雙引號。這其實是對演員最高級的評價。專業影評人分析認為，譚松韻在角色處理上選擇了一種極其克制的表達方式。她不依賴情緒爆發去制造戲劇張力，而是通過細微的肢體變化、眼神停頓以及呼吸節奏來完成情緒傳遞。這種減法表演反而更貼近真實。尤其是在讀父遺書的那場戲中，他沒有嚎啕大哭，沒有撕心裂肺的宣洩，只是肩膀輕輕顫動，眼眶濕潤，卻死死忍住。眼淚沒有掉下來，卻讓觀眾先崩潰了。有評論寫道，他把成年人最真實的悲傷演出來了，不是哭出來，而是咽下去。雙引號。這句話被點讚了數十萬次。原生家庭與漂泊之痛，被說出口的隱秘傷口。方婉之的故事之所以戳人，很大程度上來自她對現實議題的精準觸碰。原生家庭的壓抑、情感缺失、責任綁架，這些在現實中難以言說的痛，被她一點點呈現出來。她沒有反抗的驚天動地，也沒有徹底逃離，她只是帶着傷繼續生活。這才是大多數人的狀態。心理學領域的評論者指出，這種敘事方式讓觀眾產生了強烈的自我投射，因為很多人並沒有真正解決自己的原生家庭問題，而是學會了與之共存。方婉之就是這種帶傷前行的具象化，而深漂的設定則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孤獨感。陌生城市，無依無靠，拼盡全力卻依舊看不到盡頭。夜深人靜時，一個人默默流淚的畫面，不需要鏡頭刻意強調，就已經足夠刺痛人心。
譚松韻的告別長文不是結束，而是和解。真正讓這段故事完成升華的是譚松韻那篇告別長文。他沒有用感謝劇組、感謝觀眾這種模板化語言，而是以一種近乎私人化的語氣去講述他與方婉之的關係。他寫他如何理解這個角色，如何在表演過程中不斷靠近他，成為他。他也寫到，那些無法言說的情緒，其實早已在某些時刻與自己的生活產生了共鳴。這不是演員在完成任務，這是一個人在認真對待另一個人的一生。有影評人評價，這篇長文的價值在於它打破了演員與角色的界限，觀眾不再只是旁觀者，而是被邀請進入一個更深層的情感空間。在那裡，角色的掙扎變成了觀眾的掙扎，角色的和解也成為觀眾的出口。網友評價，這不是劇情，是人生。在社交平台上，關於方婉之的討論持續發酵。高讚評論中有人寫，他不是逆襲成功，他只是沒有被打敗。雙引號。還有人說，以前覺得自己不夠努力，看完才發現，有時候光是活着就已經很努力了。雙引號。更有人直接把這部劇稱為普通人的紀實文學。這些評論沒有華麗辭藻，卻句句扎心，因為他們都來自真實的生活體驗。不少網友也對譚松韻表達了高度認可，她終於不只是少女感，而是真正進入了人物。雙引號。她讓人忘記她是誰，只記得方婉之。雙引號。這種演員才配得上實力派3個字。雙引號。與此同時，也有觀眾在評論區留下祝福，謝謝你演了他，也謝謝他讓我看見自己。雙引號。願所有方婉之都能被生活溫柔以待。雙引號。這些話看似簡單，卻比任何誇獎都更有重量。平凡的意義不是耀眼，而是堅持。方婉之的故事沒有宏大的敘事，沒有驚天動地的高潮，她的一生甚至可以用普通來概括。但正是這種普通，讓人無法忽視。在一個不斷強調成功、強調效率、強調結果的時代，這樣的角色像一面鏡子，讓人重新思考，到底什麼才算值得的人生？或許答案並不複雜，不是一定要贏，不是一定要站在頂端，而是在跌跌撞撞中依然沒有放棄前行，哪怕只是慢慢挪，也已經足夠勇敢。當譚松韻在長文最後寫下告別的時候，很多人意識到這段故事確實結束了，但方婉之不會消失，她會繼續存在於無數人的生活裡，在那些加班的夜晚、孤獨的街頭、沉默的情緒中，悄悄提醒着人們，你並不孤單，你也沒有那麼糟。而這大概就是一個角色能留給觀眾最珍貴的東西。